那在开头的地方，其实有提到音乐跟音效其实是两件不同的事情，对吧？我们刚刚介绍了很多 audio player 的用法。audio player 呢，它其实比较像是用来播放音乐的，比如说从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一直播放下去。那它的用法就跟音效不太一样啦。音效的话，举个例子，像是枪响，就是发射枪的时候不是会 bi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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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它那个音效是会连续播放的。那音效的使用方法呢，我们就在这章节介绍。至于它们为什么不一样呢？我们大概看一下它的原理是什么吧。那可以打开 Examples 中的 Basics 资料夹，有一个叫做 Trigger A Sample 的范例程式，来看看 Trigger A Sample 是怎么使用的呢？其实它的架构跟前几节看到的都差不多。首先import minim library， 接着宣告 minim。不一样的部分是，接下来要宣告播放的物件不再使用 audio player， 而是用这个叫做 audio sample 的类别。Audio sample 是一个直接拿短的音效取样，将它全部载进记忆体进行播放的功能。所以播放的时候就可以做到连续播放或是重复播放的动作哦。来看看这个例子，要拿两个不同的音效将它叠合起来，一个叫做 kick， 一个叫做 snare， 分别是大鼓和小鼓的声音。我们来看到 setup 的区段，我们使用 load sample 这个指令来将 kick 的音档载进来。下一个步骤，我们要选择 buffer size 的大小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环，因为如果这个数值设定的太大的话，预载的记忆体空间就会很大，会因此有所浪费。但如果这个数值设定的太短的话，就没办法完整将波形显示出来，也就是没办法完整播放这个音档。所以我们要取一个适当的值，在这个例子当中可以取小一点的数字，因为这个声音片段真的很短，使用128个 sample 就足以把音讯完整载入记忆体当中。这个128因为比较小，所以待会在反应上也会很快，也就是触发的时候很快就可以把声音播放出来。接下来再 load 进来另一个 sample， 也是使用128这个 buffer size 的大小来载入。中间埋了一个 if 的判断式，会判断有没有载入成功。如果载入成功，里面就会有东西，也就不会是 null 了。如果载入失败，电脑就会反映它没办法拿到大鼓和小鼓的声音。接着我们来看 draw 的区段，一样要把波形画出来。不一样的地方在于50的基准线上放的是 kick， 也就是大鼓的声音。特别的是，这次大鼓的声音不是拿左声道或是右声道，而是把两个声道混合在一起，所以可以使用 kick mix 这样的方法拿到两个声道混合的资料。然后我们一样使用 get 的方式拿到 sample 取样值，接着再把它的波形画出来。然后呢，在150的基准线上放的是小鼓的波形，取样的做法和大鼓相同。我们看到 key press 的区段，按下 S 的时候会播放小鼓的声音，按下 K 的时候会播放大鼓的声音。当 audio sample 在播放音乐时，对应播放的 method 叫做 trigger， 顾名思义就是被触发的音效。现在我们就来执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。首先看到这个画面，有两条水平的白线，也就是待会会显示波形的地方。按下 S 键就会出现小鼓声音，也会把波形画出来。按下 K 键就会出现大鼓声音，还有大鼓的波形。大家可以在家里试试看，如果 buffer size 改变不同的大小时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如果把 buffer size 改小一点，就会发现声音听起来有点失真。如果改大一点，触发了就好像会有一点延迟，而没有这么利落了。有了简单的大鼓跟小鼓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两个声音来打节拍咯。好，那还记得刚刚一开始介绍这个游戏音乐游戏吧？它的背景音乐呢，就是用 audio player 来制作的。那随着音乐打节拍，只有我们键盘打节拍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用 audio sample 来触发音效。所以我们第4小节呢就到这边啦。